Hello，大家好，这一期我们来看大虫子的一个出装符文，还有它的上路对线情况。这里面其实符文和装备的话，装备它这期的装备呢，跟之前又不同，没有选择做星之杆，也没有做 AP 装备，而是选择了常规的一种上单坦克的就是第一件做这种清线带线的装备，然后后续的话做冰心的话，应该是为了克制对面的蛮王一个减攻术。反甲的话也是比较针对性，反正就后面3件都比较针对性的去针对这个蛮王暴击，对吧？然后反甲都很克制。为什么最后一件选择带峡谷制造者呢？因为峡谷制造者这个装备又调整了，它删除了之前的那个灵能萃取，它现在是什么？它现在是吸血的话，就虚空辅助那个辅助，辅助。应该是主，我操，这个字怎么念来着？然后在与敌人作战的时候，每过1秒会造成2%的额外伤害，最多增加至8%，然后最大强度时获得就是叠到最满的时候获得全能吸血。近战的话是10%的全能吸血，远程的话是6%。所以这个装备其实现在就是变成了肉装，就是坦克装备，真的。为什么？第2个词条关键来了，虚空灌注，相当于你获得相当于你2%额外生命值的法术那个强度。那对于大虫子，甚至塞恩这些就是那种无限叠加乌鸦这种有100%比，然后血量能一直叠的英雄，它就是有优势的这里对方一技能直接一到嘴上送上门的肉不能不吃。所以这件装备的话，可能它这么改的话，后续其实很多英雄也会受到影响。它这件装备呢，之前就是纯 AP 装备，就是 AP 英雄或者说混伤的英雄就很适合。它这么改的话就会导致射手收益就是很低。所以现在射手的话，可能到时候就做那个破败饮血这2件会这样子，这2件会适合射手。像这个峡谷制造者的话，可能到时候不太适合 AP， 就是那个什么。就是 C 位就是血量不够厚的话，它其实现在这么改，它这么改的话，其实跟当年就是之前的那个灵能投射器差不多。而且它这个词条，它那个全能吸血就相当于就是灵能投射器吧，我觉得应该就是灵能投射器。然后其中有一个词条比那个灵能投射器的词条更好，因为当时那个灵能投射器的话是就是950的那个额外生命值的时候能有双抗嘛？那它这边是直接是触发这个就是只需要持续战斗的话就能触发全能吸血，那就很舒服了。这里的话，这个血量没必要去追交给队友。还敢这样子浪？目中无人属于是不会应该是给小兵杀。那他这样子拖时间，他要漏2波兵线了。他这样子反而也很坑，你知道吧？他这样反而亏到爆，他不如找个地方回家，出来以后，那这样的话他得亏2波兵线。而且这个兵线他又没清掉，他只是打残了个轻便，然后就是把兵线打残了，那塔的话更好收掉。对面亏麻了，就是顶级游戏理解是吧？
最大化，就是亏损最大化。这蛮王的走位，说实话不是很好预判啊。像刚刚他往后走了，其实应该都已经进塔了，觉得对方应该不会往前追了，没想到他还能往前追，所以预判 Q 的话又是空了。那这样的话没大招，对方有大招的，吃个果子，开个大招吓一下人是吧？对面蛮王有点抽象，我觉得。直接做冰心啊，他第一件应该是直接做冰心是吧？就是既能那个减 CD， 又能那个减对方的攻速。像对面如果是长手上单，或者说的话，都可以直接第一件做冰心也可以，是吧？80的护甲和他主要是不提供生命值就是。但大虫子不缺生命值，所以冰心的话对大虫子来说很舒服啊，而且又有法力值，是吧？250的最大法力值，20的技能级数，减攻速的话能减36%啊，最多能减36%的攻速，就是你越 A 的话就是攻速越慢，对方就完全没有那种单杀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我需要你们，对吧？你要看完这些高手玩以后啊，你自己去判断他这样子出有没有说法。一是先判断一下有没有说法，第二自己去研究适合自己的出装啊。抽象蛮王已经出现了，已经毫无游戏体验了，对面的蛮王。你如果对线大虫子的话，你不击杀他，你线上不去单杀他，其实着急的真的是你自己。如果对面大虫子的话，你一直让他这样子续，一直叠大招，叠到后面伤害起来了，等级上来了，是吧？他本来就是发育型的，到中后期强度其实也不会说特别差，时间越久，他的强度就越高。对面其实挺急的，他不会应该要开大招了吧？哎，开了，哎，看到没有？对面学聪明了，提前开大招了，但那边吃了果子，安倍萨过来了，一个 QW 再 A 一下，已经可以咬了，然后闪现拉开，对方好像也交闪现了，还骗了个闪现出来，气死了，气死了！哎，开始越塔，开始上头，然后队友过来。娜美吃掉这个人头，其实可以不用那么急杀啊，是吧？发2个表情包嘲讽一下也可以。对面安倍萨已经开始丧失了理智。他这个其实也算 CD 流吧，因为璀璨回响还有这个冰心都是有技能级数的，而且相位再加上这个超燃，他这个 CD 就基本上够了，
你后续的话不用再刻意去做那种捡 CD 装备，收益不一定非常高了，还是有的，但不会非常高。这安倍莎干嘛呢？不信这个邪，就想要来打。哎呦，小法来了，闪现加大招，哦，真的是，哎，真的是哦，一语成谶，我天，对方是真的上头，我感觉。哎，我看他放了阵，我以为他不会闪现了，没想到还真敢闪现大招，根本是杀不掉的呀。说实话，这个时候70%，就这是这种都不需要堆血量，我觉得大虫子都不需要堆血量，就纯堆抗性，对面其实打不动这个大虫子。说实话，大虫子其实有素质在里面，不是没有。一个 Q 减速到大招一咬，哎，没咬到，还不如等一手，浪费了一次大招咬的机会是吧？那这里的话，他直接吃小兵了，这波是真不能打，旁边一看就有人，第一时间漏了，你知道吧？主要是他已经交了大招，有大招的话还能反打一下，说啊，说咬个人什么的。这里的话13级3级大招，这里让队友打慢一点，这里不要先去碰，打慢一点点。完了，龙都已经被打野抢了。回家做个反甲，直接 TP 上路来找这个小法。咬不到，老实清线好了。因为小法是带着闪现和疾跑。哎，其实他这套出装也有说法。怎么感觉大虫子什么出装都可以，有点离谱了。他现在的话，1层大招相当于5层的星之钢，咬一个的话160的那个血量，所以我觉得星之钢会不会有点拖发育？其实大虫子没必要做星之钢都可以，有没有这种感觉？他3级大招的话就是吃的多，就这个时候就是属于那种肉眼可见的变大。这里的话，他在纠结，选择做了一个蓝盾啊。对面暴击还是蛮多的啊，薇恩应该是做暴击装的。然后蛮王薇恩安倍萨的话，他技能有暴击。会有星之钢的话，看起来后期更扎实吧，但我觉得不做星之钢都可以。金刚太拖节奏了，有没有感觉？这局如果做星之钢，估计都得往17、8分钟往后走。这局，但玩大虫子嘛，时间久才有意思，这倒是。哎，开始7打3吗？打不过的啊，不要上头，慢慢打就行了。巴德大招啊，对面的巴德嘛？哦，我还以为是自家巴德嘞。
你别看他现在挺肉的，但如果说安倍萨他这个英雄他穿甲太猛了，他那个大招穿甲，如果跟他一直打的话，其实到最后是打不过安倍萨的。这里的话，他有可能想把这个鞋子换成水银鞋，但鞋子的话得看情况。但他现在做的是 CD 鞋，所以鞋子这种东西见仁见智啊。你喜欢，你看自己根据对局来出就行。这局龙魂还是水龙魂，那玩到后期更变态了，就发现那种打不动的。30多秒一个大招，随便吃。小法的阵啊，还挺克这个是谁的？大虫子的。对面打半天打不动，减攻速太多了，就是冰心加多兰盾冰心加那个小剑的铠甲，能减40快50的那个攻速了。哦，赶紧过来，为了咬这一口啊！这个时候啊，不要 CD 鞋了，对面控制多啊，所以选择做水银鞋。主要是小法那个阵啊，那个大虫子很容易命中啊，体积太大了。体积大有个好处，就是很明显的那个血量多，但不好的就是技能命中率太高了。就你往他身上丢技能，很容易中，特别是控制伤害也是。这个时候咬那个脆皮的话，一口一个，这斩杀线都半血了，没了呀！第一局结束了，应该能守住。这近战英雄跑得也快啊，不给吃，惨得很。蛮王，哦。就追这个蛮王，感觉还追不上。不交闪现还真追不上，在草里面。好了，连上了，终于连上了，不容易。E技能只要命中减速到的话，就确实好打很多。说实话，玩大虫子。有回城特效就是最赚的，真的是吧？你看没有，它那个龙有多大？所以你们要玩大虫子的是吧？买特效买回城特效啊，老好看了。Q 一下，被推开了。薇恩打他啊，100%伤害，确实有点疼啊。
会很狂喜说：“哎，我终于可以刷伤害了。”但这局有水龙魂啊，所以边打架就恢复也恢复得多，很舒服。小法，李锦这站在里面去的，小法一个大招给秒了，哎呦吼，还没吃着，队友不打了，后面抽象，再买个峡谷制造者。他现在这么多血量，然后直接转化为法强的话，他这个伤害啊，还真不低，就是又肉又能打，对射手来说简直就是噩梦啊！在这里的话，抓准时间。很明显啊，他不玩打野啊，像打野拼宠的话，都有自己啊独特的见解。耶，好像可以回家做收集者，那个什么峡谷制造者了。这里的话，血量转化为法强的话，260多，6000血376的那个护甲，已经很不错了。说实话，毕竟他一件法强没做，但伤害还没打出来就已经游戏结束了。那行，第一局的话就到这了，后面还有，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